大家好，欢迎来到真 Talk 的直播。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我今天是用国语来采访，因为我们将会跟在澳洲的曾飞连线，直击在澳洲这个洋南南岸非常非常的火爆，所以我们的观众啊，千万就不要走开哈，我们马上连线这个曾飞，曾飞您好。Hello，梁真姐好，梁真姐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飞，真观点的主持人。对，当然如果我们粤语那个观众听不懂国语没关系啊，大家就是我知道很多香港观众也能听国语啊，包括我自己，实际上国语也是比较就我的母语来的。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要连线曾飞，因为曾飞是我们自媒体的播主，而且直接就在杨楠楠案件外面做了个直击。好，我们也看到你发了很多的视频啊，对，先给我们讲一下今天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杨楠楠案外面呢？这么火，我必须不能错过呀。对，对啊，所以今天是一个 long day，就从早上6点钟就开始动身准备出发了。我8点钟之前吧，就到了他这个即将出庭的 Downing Centre Local Court，就是唐宁的他这个法院。之前呢是有很多的假消息啊，就传言就是说嘛，他这个出庭的地点是换了，但其实呢并没有换，只是他这个法院的前面的这个入口呢，它是在维修，因为有进水的原因，它维修，所以呢，它所有的这个案件的入口呢，要进到那个后门去，就整个楼绕一圈进到后门去入。但是呢，它还是在这个法院里面，所以呢，那个时候差不多，因为它这个基本上以前的话呢，还是可以在网上查到这个案件的，比如说具体的它这个出庭的时间啊、地点啊等等。但是因为这个法院也是因为有一些维修进水的原因，所以呢，它关闭了一段时间，所以它这个当天出庭的这些案件呢，它要当天才会在它法院的门口贴出告示，就是可以看到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玻璃上面贴这些白纸啊，就嗯，是当天的这个要在这里开庭的案件。那我们是哦，查到它就看的是差不多右边哈，对，就是对，我们这里这个大家放大一个图，可以看得到这个图哈，就是这个右是是。边这个中间的位置上啊，所以这个当天有可能是不会出庭的是吧？你们要到当天才知道是不是确定出庭。对，到当天我们才确定会不会在这个法院。因为之前有很多的这个说法，就是说他会换地方嘛，换法院，但是具体会去到哪家法院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呢，要当天来看。那当天去看，今天早上看的时候呢，就发现他其实还是会在这个法院，只是他换了一个入口。哦，所以你嗯，是8点钟到的时候就知道他今天还确定会出庭哈，他是九点还不半知道。开始庭啊，还那个时候不知道。还不知道，对。那个时候呢，我就问了，就是说，就我们很关注，那个时候基本上可以零星看到差不多7、8个的华人面孔了，基本有些是媒体，就开始在这个门口聚集了，大家显然都是来关注杨澜案的嘛。然后呢，我们就去问了这里面的这个工作人员，然后说这个案件是什么样的信息，然后他嗯。说是8点半的时候会贴出来。所以8点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这个，就拍了几张照片，就是他整个今天出庭的一些案子的人呐、信息啊，然后就发现了杨兰兰这个案确实是会在这个法院15楼的一个这个庭审的房间。对呀，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就自媒体很多博主都是采访，就是都转发真观点的这个现场的第一时间。然后呢，我看到大家就你马上说他是视频出庭，他没有出庭，因为之前我们大家都关心他是不是会出庭，因为按照道理呢，他是有条件的保释，其中这保释他是要出庭的哦，为什么他最后没有出庭呢？先给我们解决他为什么出和不出是怎么样出的这个疑点，好不好？他其实是出庭了，只是他的形式是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出庭了。哎，对，因为之前可以视频连线出庭，而不用人就是到场呢？因为之前呢，我确实是有看到这样子的文件，就是说他这个情况呢，是可以以文件就是处理的形式和连线，就视频连线的形式来出庭的，他是不用本人亲自到法庭现身的。那今天在这个庭审的过程当中，当时他的这个律师嘛，就说了，我们要求延期或怎么样。其实今天整个环境的法院和相关的律师是知道他不会出现的。
只是我们不知道，外界不知道，所以外界是来了很多人关注嘛。但是呢，他们并没有解释，就是为什么杨兰兰没有出现。当时差不多快到9点半的时候，因为他的案子是9点半开庭嘛，那个时候呢。8点半，我们得知到这个信息之后呢，我们就很快赶到另外那个入口去了。赶到那个入口呢，然后很快那个门就开了，门就开始进安检嘛。进安检，当时就已经有差不多20-30个人吧，就排队要进去了。但那个时候因为距离开庭还有1个小时，我就没有决定进去。我就想要在外面再拍摄一些素材，对。然后呢，基本哎，我先上他这打断一下，就是嗯。澳洲法庭是谁都可以进去旁听的吗？因为比如说在香港，他是要去拿 quota，然后一大堆人排队要先拿到这个自己的筹码啊，所以出嗯，现排队党的这个情况。澳洲是是可以的。对，是有多少人他都可以进去吗？还有说他有没有限制人数啊？当时的当现场然他的的保安怎么样呢？嗯。当然他的那个庭审的房间不大，就很小，能装差不多因为它内部的这个环境就是差不多5排座位5-6排座位，然后左右两侧嘛，然后每一嗯。排座位差不多5到6个座位，所以就是30-40个打顶了的位置。那装满的话呢，大家就全部都进不去了。像今天杨兰兰这个情况就是它整一层楼15楼全部挤满了人。8点半第一批进去的可能进去了，然后我有一个朋友8点45就进去了，就是他距离开庭提前了45分钟进去，他已经进不去了。哦他，OK。完全进不进那个 courtroom，进不进那个庭审房间了，所以他在上面干等干等，然后就下来了。因为在上面是完全不能用手机的。我们在网上看到了一些，就是中文媒体上看到了一些照片啊，就是在那嗯。个门口排队的照片，其实上这是违法的。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呢，就任何大楼内的任何影像和信息全都不能用了。嗯，那对，你以你现场观察，这杨兰兰这个案件的火爆程度，是怎么样？有没有超嗯。出就是跟你之前所预想的？我觉得当然是相当的火爆了，因为之前我最开始关注这个案件的时候，就是因为他那个天价保释金嘛，包括他查到他的存款有1.25亿嘛。当时嗯。我就觉得，就是从这个，澳洲人的角度来看，我就觉得这不太是真实的，所以我没有太关注他，我觉得还要再等更多的信息流出来，再来看看。但是呢，就这2个信息已经炒爆了，就已经火爆了。然后现在当然是很多的，华人都很关注了，而且有一个特别的点，就是他这个案子呢，非常吸引跟他同龄的中国留学生的关注。因为嗯。今天差不多几百号的人嘛，80%是华人，除了一些中文媒体之外呢，清一色的都是年轻的华人留学生的面孔。对呀，所以我为什么一定要采访曾飞？你跟他也差不多同龄人，而且你也是澳洲的中国留学生，那你身边有没有杨楠楠这样的人？就是你身边的同学啊、朋友们，他们对这个事件的这个议论程度又怎么样？我不是之前在节目里说了吗？我说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我不属于那一类，我们生活在2个世界里。但是我今天比较意外的是采访了很多留学生，中国留学生，他们的态度就真的蛮让我吃惊的。他们说，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杨澜澜这么豪啊，就是开23岁开2辆劳斯莱斯，然后整个身价那个 outfit 呀，Chanel vintage Chanel，就是那种价值18000啊。他周三下午在 Double Bay 那个警察局出庭的时候穿的那一身行头，帽子3000块，然后衣服夹克18000，他的这个耳环和胸针是没有价格的，就是无法估价，查不到的。所以他们就有媒体说嘛，他整个那一身行头跟他那台车差不多的价值。那这样子的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孩啊，女生，那对我来说当然是非常的就是很豪啦。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是什么感想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就说：“还好吧。”就是你知道，这哦，个蛮让我吃惊的。他还说：“像好吧。我的学校”对，他说：“我的学校”他是西南威尔士大学嘛，他说：“像我的学校什么开什么”他说了几个豪车的名字，当然，要不然说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呢，我是反正都不了解。本来我也不太了解车，再加上豪车就更不了解了。然后呢，我是也没有记住他说的是什么，但是他说的时候，反正就是肯定是非常，豪的那个级别了。所以他觉得，哦，我周围的同学都是这样子的，就是中国学生都是这样子啊，没有什么不觉得杨澜澜好像就是特别豪到哪里去，就没有让他很吃惊的那种。
对啊，所以但是他的这个我看最新的那个报道说他又换了什么，就是也是一个不是劳斯莱斯了。对对对，但是也是什么10万澳元，就是比较低调的一个房车上去，我找不到那个视频了，但是呢，我对，记得一辆白色的，一辆对，一白色的，辆白色，然嗯，后呢，很多那个记者追着他去问哈，所以那个确对，定是杨澜澜。现在有2段视频，我希望就是说，我在之后的节目可以跟大家就要详细的看到。因为呢，杨澜澜现在很多信息，但是我们是做媒体的，我们也不会说，哎呀，就是随便去炒作。但是有2段视频是澳洲传媒拍到的，那就是杨澜澜嗯的真身，啊，因为他一定要到警局去，虽然这次视频他没有出现哈，但是呢，嗯，就像你说的，星期三下午他去警局，然后真的是给传媒，给澳洲的《每日邮报》是拍到了。对，拍得非常清楚，对啊，那身行头一看，哇，这简直是，对，就真的是很美啊！就是我们一看这个就是用钱是的。打造出来的美女哦。对，是是，今天我在下面的时候，就因为我当时没有选择上去嘛，我就想说在下面蹲守一下，看有没有机会蹲守他。今天我在下面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一直自己有一个直觉，我觉得像他现在热度这么高的一个环境，他不太可能，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小概率他会从那个入口走上去的。因为当时，就是我拍了很多的视频嘛，短视频，朋友们可以去看。就是那个入口呢，我有特别问到很多的不同的英文媒体的人，我说有没有内部的，就是那个停车场，它可以从内部进去，或者有另外的入口，我们不为外界所知的入口，它可以进去对的。对对对，然后呢，全部他们都说没有。他说如果他要现身这个法院来出庭的话，这是他唯一的入口。所以他因他就必为须要从那个入口走进去，然后过安检。我就觉得这简直太不可能了。一般来说，他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有这么大的这个热度的时候，基本上都不会选择来出现的。但是呢，对，但是显然大家就是非常期待了，然后去看，结果确实他也是没有那个，但是肯定他这个情况他没有就是现身来出庭，是他的律师已经和法院是申请过，已经得到批准的了。对，然后现在就说，短暂露面哈，就视频那里哈，对，说他相当戴着帽短暂。子啊，身穿黑色西装外套，一言未发。那他这个露面又不讲话，他到底做了啥呀？这就要说到就是我刚刚1个小时前得到的信息，相当的信息量大。然后呢，就是所以我们这个真 Talk 的观众朋友呢，就真的是超级幸运，因为这个信息我还没有披露。对，对对对，一看到这里千万别走开啊！大家马上给我们对对对，朋友们可订阅、点以可以赞，还有分享，对，还有紧紧跟踪一下。增因为我今观点啊。天自己是没有上去的嘛，所以呢，而且很多我下来采访到的很多下来的这个观众啊、看客啊，他们都是在外面，因为他整个房间非常小，所以很多人其实上是都没有看清楚的，当时发生了什么是不清楚的，并且还有很多中国人，那对于英文呢也是不甚了解的，所以现在网络上披露出来的信息，包括英文媒体披露出来的信息都很有限。然后它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呢？我来讲一下啊。首嗯，先，它这个大家想象一下，它这个庭审的房间嘛，就比较小。刚刚我们说了5、6排的样子，然后左右两边的座位，然后每一排呢差不多是5到6个位置。然后呢有一个电视机，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就是杨乐兰通过视频连线，大家很快会想到就是一个屏幕嘛，对吧？看得比较大，看得比较清楚。但其实不是，只是一个电视机，而且这个电视机呢还不大，是普通大小的，就是很难看清楚的一个电视机。所以那一边杨兰兰那边的影像是通过这个电视机来呈现的。然后到9点半的时候就开庭了嘛。那首先电视机那边杨兰兰那一方就上来的是一个律师，一个年轻的律师，差不多25岁到30岁的一个姓于的一个男的中国男律师。哦，是华人律师，他没有华请示。人，对，等一等，这就是很多英文媒体说到的那个 Mr. Yu，就是这是一个 solicitor，就是就是一个助理，他比律师呢级别低。对，他是一个年轻的华人面孔。然后呢，他一上来就说，问这个主持这个庭审的这个主持官嘛，就说你是 judge 还是 registrar，就是你是法官还是一个 registrar，就登记官。然后呢，这边主持的这个人就说我是登记官，然后那边哦就知道了。
好，那么这个程序就要开始走了。那这个 registrar 就开始讲话了嘛，开始走程序了。他就问了杨兰兰在不在？这个时候杨兰兰才露面的，因为当时这个情况是这个姓于的这个律师呢，他是像我这样坐着，坐着嘛，面对镜头。然后呢，杨兰兰就登记官问到杨兰兰在不在的时候，杨兰兰就等于从他的侧面就是探了一个半身出来，哦，他然后他跟他在带一起。对，跟他一起，他当时就在这个律所，然后他戴的是一个很低的这个渔夫帽，就是我们女生可能知道渔夫帽它是不是翻上去是压下来的，所以他整个上半额头是看不到的。然后他就看到下半张脸，下半张脸，因为以前我们媒体拍到的，就是下半张脸其实上看不太到嘛，戴着口罩的，因为他这个出庭他没有办法戴口罩。然后我就采访了一个男生，中国男生，我说你看到杨兰兰是什么感受？第一感受是什么？他说就是一个长相普通，但也算比较好吧，也算偏好的一个普通的中国女生，就是这样子。然后呢，有没有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五官呐？比如嘴巴什么样的呀？他说都普通，就是比较普通，比较正常，就是对，他是这样子的一个形容了。然后完了之后呢，再说回到那个过程，然后杨兰兰就是从这旁边就是探了一下嘛，探了一个半身，当时穿了一个黑色西装，探了一下之后，他就过去了，等于这个登记官就知道了，哦，杨兰兰在跟这个律师在一起，然后这个过程就开始走了。那么这个律师呢，姓于的这个 solicitor 就说了，他说 Mr 什么什么很快就来，很快就来。当时这个 Mr 什么什么呢，他是肯定是说的这个律师真正的主辩梁兰兰主辩律师的一个姓氏，但是这个信息呢，基本上现在在英文媒体我们看不到啊，就是说他这个姓氏是很难被人记住的。比如说像一个常有的，比如说英文姓氏像 White 怀特，那就一下就听到了嘛，对不对？但他这个姓氏呢，大家都没有 catch 到，大家都没有捕捉到，就说明他这个姓氏比较复杂。然后在他说的这个过程中，这个主辩就是出现了，他大概是60岁左右，是一个明显看起来就非常经验丰富的一个西人律师。这个才是杨兰兰的主辩律师。所以前面那个姓于的 solicitor 呢，他只是一个他的助手，25岁到30岁的中国男性。对，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个西人律师一上来，主辩律师一上来就开始问这个登记官嘛，就是说直接一上来就说我们没有准备好认不认罪，就 we're not in the position to enter plea or not to plea， 就是我们没有准备好认不认罪，然后就要求我们要休庭6个星期。这个显然是这个杨兰兰的律师团队已经在事先跟法院做了申请，并且呢，法庭知晓也通过了的。所以在庭上是双方任何一方都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们要休庭6个星期，因为他不需要向公众解释，因为很多这个传唤啊，是这个法律的方面的信息，他没有办法向公众去披露嘛，他比较敏感，所以就直接就说了我们要求休庭6个星期。然后呢，这个登记官呢就问检方嘛，检方就是警察这一方，就说哎，你同不同意？你有没有异议？那检方呢就说没有异议 ，no objection。然后再问杨兰兰这边是，那就到9月26号，你确定这个日期怎么样，如何吗？然后杨兰兰这边律师呢就确定这个日期，然后这个登记官呢就翻看他自己的这个簿嘛，就时间簿，就看这个日期，哎，可以，那么这个事情就确定下来了，就是下一次庭审就是9月26号，6周之后。那接下来呢，这个杨兰兰主辩西人律师呢就又说了一个信息，就是他申请他的这个客户就杨兰兰在下一次庭审的时候豁免要去现身法庭，就是申请一个豁免权，让他不用现身法庭去出庭，就是同样要么就是通过律师，就是通过律师代理的这个方式去做，要么呢就是还是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然后呢，这个呢，他登记官也问了，就说那你检方你有没有异议对于这个申请？检方就说哎，我没有异议。那杨兰兰这边呢也没有问题。最后登记官就说好，那这个就通过了，合理了，就通过了。那下一次杨兰兰也不会出现在法庭。所以就是其实他这个主辩新人律师他就问了2件事情，一个呢就是我们要休庭6个星期，要准备更多的比如说像供词啊等等的。
第二个事情就为杨兰兰下一次出庭申请了一个豁免权。就2件事情，完了之后呢，这个程序就走完了，就可以了，好了，这个事情解决了，然后就整个庭讯就结束了。所以它全程是5到10分钟，非常短，它只是一个程序性的mention， 就第一次的提讯，对。所以它就是一个程序性的操作。非常感谢，就曾飞给我们这么详细的解释哈，这里面有好多信息量啊。第一个，他对，就旁边是有华人律师在帮他处理，然后呢，真正的嗯，这个主辩律师是个西人啊。但是对，呢，杨楠楠的名字是不是叫杨楠楠？我们这个法庭现在还不知道他是谁，现在大家最想嗯。知道就是杨楠楠究竟是谁？这个法庭有没有把他的名字说出来？他的真实的名字？我觉得呢，杨兰兰她的就是证件上的名字其实就是杨兰兰，但是嗯。她会不会有多个证件，那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她这个法庭文件，它整个公示的话呢，它肯定是要用她证件上的名字，而且是 legal，就是合法证件上的名字的，所以她肯定就是它必须是要有像比如说像护照这种级别，或者是 driver license 澳洲的全牌驾照，它必须要有这个名字，它才可以就是说在它这个法庭文件上写的就是杨兰兰。但是他是谁，这个就全网都在问，所以呢，我们可能还要再等一些更多的信息来披露出来，才能知道他到底是谁，对，这个我们可以他的背景。在另外的节目再讲，因为今天时间的问题啊。但是我知道，就是曾飞哈，就是曾观点一直在跟这个杨楠楠案件啊，而且我也注意到你就是挖他这个钱出来的这个途径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大家也很好奇，这个杨楠楠，先不要说他到底是跟习近平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他这么有钱，为什么他的钱可以轻易的拿到这么多哈？就说他的钱是怎么转出来的？他的钱就是很可能啦，因为他只23岁嘛，所以这个财富肯定不是他自己创造的。而且他名下呢，现在澳洲查起来就是说他名下是没有任何注册的公司和房产的，所嗯。以他肯定是我觉得非常小的概率，他通过经商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是不太可能，几乎不可能的。所以呢，那一个相当可能的情况就是他的财富其实上是来自于家庭嘛、家族嘛。嗯。那就是他是什么，天龙女。比如说官二代、商二代，对，天龙人，然后的后代，对吧？在澳洲这样子，那就要讲到他们这些就是中国的这些富豪家族，他们怎么样把钱转出来啊？他这里面呢，它就是有一个层层的隐蔽的形式，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杨兰兰是在全网查无此人，这个是非常蹊跷的，我觉得，就是因为这里面是有一套做法的。我们用一个故事情节来说好了，比如说，首先，当然你比如说像中国的钱啊，要转出来，那首先就是在中共现在是限制这个外汇出境的环境之下，你怎么样把那么大的钱转出来？这个可是一个学问吧，对吧？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那怎么转出来呢？它可能是用公司的名义，比如说一家国企，一家国企下面的一个子公司和嗯。另外几家公司，就是海外的公司来商谈，就是我们需要做一个，比如说这个公司的海外扩张业务，那我就需要这个你的这几家海外公司来给我提供一个所谓的咨询服务，一般来说就是这种 consulting，就是咨询服务。然后呢，双方就开始签订合同。这个合同呢，非常的正规，比如说这个款项啊、合同的日期啊、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啊，非常的正规，很正常。然后呢，通过这个合同，那他这个钱他就合理化的可以出境了吧？那就是国企的一个子公司的一个咨询费嘛，对不对？它就合理的可以出境了。那这个呢，就可以避过中共的那种对外汇啊、对这个钱流出海外的一个监管的雷达，它就避过了这一个。然后呢，他这个钱会首先去到香港，哦，到我们香港。对，会先去到香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公司，像刚刚我们讲到跟海外的公司提供这种咨询服务呢，它比较好的一个跳板就是香港公司。比如说它跟海外的这样的公司，海外的公司很多你是一查起来就是有名录的嘛，空壳的话是比较难搞的。所以的话，但香港的话呢，那就好做文章嘛。
就是你知道就比较近嘛，是自己人，差不多自己人这种感觉。对，他就好做文章，中共在香港好做文章。然后呢，这个钱就去到香港，去到香港之后呢，他就会分成几笔资金，分成几笔资金呢，它就会分别存在不同的这个信托账户里面，信托账户里面。然后呢，那这个钱就是分开来，分散开来。那么这么一些钱呢，它怎么样又到海外去呢？它就需要一个，叫什么呢？叫做一个名目，就是说我这个钱要去海外用什么呢？就比如说像澳洲比较有澳洲特色的，它就是，哎，我要买铁矿，对吧？我铁矿分期付款，哎，那这个香港可能这个公司它有这个业务，它可以做嘛，做这样的业务。然后呢，他就把这个钱，哎，就变成购买铁矿的一个款项，然后呢，去西澳，因为澳洲的话是西澳，就这边矿产的很多嘛，这个资金流动很大。然后呢，他就去到西澳，去到西澳之后呢，就以购买铁矿的项目的这个钱进到西澳了。但其实西澳呢，这是一个空壳公司，就这只是一个名目，是一个贸易公司。但其实他这个钱呢，不是这样子的，不是用作，他只是以这个名义来走一个。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他这个钱就相当于洗干净了嘛，就洗到了，洗白了，对，洗白了，他就进来了澳洲了，进来了海外了。然后呢，那么这样的钱，就是说他怎么样又去买房呢？比如说我们谈论就是像杨兰兰这样子去买澳洲的豪宅，澳洲的豪宅像杨兰兰那个豪宅在 Vaucluse 的，我之前做了一期节目是专门讲它的这个 Vaucluse 的 penthouse 和其他的 penthouse 有什么不同，就是从我们就是当地人的这个视角，它那个 penthouse 起码是值1个亿人民币。是不是顶级的地方啊？就说他对，住的区是不是澳洲最有钱的？先给我们先扫描一下先。对对对，是澳洲富豪区当中的，就是它这个价位又是最顶端的。是一亿对，澳元是吗？1亿人民币，哦1亿人民币哈。对2000万，起码是2000万以上。因为通过以前的像这种，就是以往的这种同样的，当然不是 Vaucluse，是类似可比的其他悉尼的富豪区的一个 penthouse 来比价，那 Vaucluse 它这个 penthouse 会更加贵，价值会更高。所以它那个我自己看就是它至少是2000万以上的，它这个价格，澳对，它币。附近的有些什么名人呢，或者有钱人住在那儿，就那一带呢？Workplace 一般来说都是一些海外的，就是海外的那个富豪啊，什么什么，比如说什么公司的创始人在悉尼的房产，一般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对，就还是比较低调神秘的地方，对不对？哎，它比一般人是较安静。对，一般人很难接近那块地方嘛，就是它保安怎么样呢？我也很好奇，就是都可以去。对，因为澳洲它毕竟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嘛，所以那个街当然是我们是随便可以开的。下次有机会我去那边转一转，看能不好呀能定好呀。位它这个 penthouse 到底是哪一栋的 penthouse。哦，那太有意思了。那就对。说，对，就是他先去买房地产，但是用房地产是不是杨楠楠个人的名字，还是用其他的对，方式购买？这就说到如果他用这么大的这个钱，他要去买这样豪宅的话呢，他这个律所呀，往往他是会建议以信托的方式去买的。信托的话，它就是一家公司嘛。那所以你这个买家是谁？那在澳洲的这个法律里面，你在这个正规的合同里面，其实你是可以不用披露真正的买家是谁，不用买家个人，而是嗯。这个信托公司它是可以代替的。那这个信托公司呢，它比如说它设立一个家族信托，然后用这个信托去买。那这个信托呢，它背后可能有那个，比如说它是香港一个公司的股东，就是你可以追溯到香港一家公司去。那香港这个公司的背后呢，可能是离岸，比如说像维京群岛啊，或者是英属群岛这种离岸的公司的一个账号。那这个呢，就是空壳了。那空壳了之后呢，可能又是另外一个空壳。所以你是没有办法去就是追溯到他这个信托的背后是谁，是哪家公司，这家公司背后又是谁是股东。因为这个股东层层来看的话，你就会觉得你就到后面你就会追到全部都是空壳公司，就离岸的空壳公司。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没有杨兰兰的名字，然后也很难查到为什么就是到底是不是杨尚昆家族啊，或者习近平家族啊，查不到。
对，这这个是这个。太离谱了，因为这个现在是互联网时代，还加上 AI 的助力，一个人这么久到现在，而且上了法庭，现在都不知道他背景是谁。对。这个就是也是让外界很关注的一点了，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这么豪的人呢，这么豪的人，居然还没有任何的网络记录，他没有读书记录哦，没有对呀，读书工作记录哦。就说他来澳洲没有读书，他在干嘛？我觉得要么他就是没有读确实没有读书，不需要读书，可能别人不需要读书，这第一个。第二个，要么就是他有不同的可能不同的名字，或者是他有不同的身份。但他至少有同学吧？但现在就是完全没有啊，没有同学。他那个网上倒是之前披露了一点，就说他是叫 Wendy 杨嘛，对对，说是他的我也看了这个名字，所以我才问你，到底在对，法庭披露他的名字是杨楠楠中文名呢，还是要温迪杨，还是说杨兰兰，杨兰兰。他如果叫 Wendy 杨的话，得是他的那个 passport，就是他的护照上面都改成了 Wendy，或者是他的这变成他的一个 legal name，是有可能的。不过也还有一种可能性，说到这里，有可能他改名。如果他改名从原来一个名字变成杨兰兰，那么现在法庭的这个文件也是可能用的杨兰兰的。那么对外界来说，你去查杨兰兰，可能确实就查不到，因为改名的这个记录他不会公开吧？哎，他这个人是个真空人呢，他在这嗯，边居住了多久，现在大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知道。澳洲也不知道。所以呢，嗯我看到大纪元就去询问澳洲警方，他是不是拿中嗯。国护照？澳洲警方就的回应就说跟此案无关，我们也不能够披露。那到底是澳洲在帮他掩盖身份，还是说他真的可以令到所有的人都查不到他的身份呢？我觉得澳洲警方帮他掩盖身份的这个可能性非常小。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小，因为他整个包括像今天这个庭讯啊，他的律师的申请啊，其实这个呢，它都是合规的，就只是说他是就算在普通人，他也是存在这样子的一个处理的方式的，他是可以申请这样子去处理。所以呢，在澳洲法院和法官这样子去应对的时候，他其实也是基于就是一个普通人，他就是说有没有这样子的先例，这样子是不是合规，那么合规他就会通过。他不会，我觉得不会说，嗯，就是特别给他开个后门呐，或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小。嗯，但是这种但是这种情况倒是很容易被律师利用，就是对，因为像普通人的话，他不会知道嘛，他肯定像这种就是这么大的这个事故，导致这么严重的人身伤害的话，对普通人的话，其实这个是毫无悬念的一个案子。所以普通人他是第一次这个听讯传讯，他就直接会认罪了，不存在说我们需要准备供词啊这样子的情况。但是正是因为他这个法律里面有这样子的条款，所以对于像杨兰兰这样有势力的人、有不筹钱的人，他的律师就可以就是说利用这个方面的一些空间吧。所以这里面啊，就是太多的就是，太神秘了。就说他的信息现在是被外面，是要全力的封锁。所以你看到在中国大陆现在关于杨楠楠视频下架了哈，就说，大嗯，家也不讲，而且海外呢则是带风向。从开始，就包括石板明夫也提到，就说炒作他的父亲是台湾什么正雄集团，然后我嗯，们去查根本就没有正雄集团这个。然后后来又杨尚昆，后来又说，大家发现杨尚昆根本就没有女儿，对吧？到现在嗯。习近平家族又有到底是习远平还是习近平？私生女，她母亲是不是那个越剧演员啊？就这都太多的东西。就现在大家都是在外面，也有可能是带方向，有可能是很多人的好奇，因为他真的是太神秘。但是如果谁知道他的情况呢？现在是不是很危险呢？嗯，谁知道他的情况是不是会很危险？比如说律师，他总得要跟他接触吧，杨楠楠他的身份，他总得要知道一点吧。像这样的情况，如果为什么要极力去掩盖他的身份呢？
对，以你嗯，所接触的记者，他们观察是怎么样呢？在澳洲传媒，我觉得他们应该有比我们中国传媒，更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就是查案的方式吧？对，我觉得首先作为律师来说的话，在像西方社会这样子，他不披露个人信息，他可能是存在一个职业操守的问题。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不管媒体啊还是律师这个方面，按理说客户他是不需要担心的。但是就杨兰兰这个案子来说呢，因为他比较有钱有势嘛，所以我觉得他也是会打点的，他肯定是会打点。让这个情况就是不要就是尽可能有利于他嘛。因为有一个细节，就是说我就是看那个也是你刚刚提到那个 Daily Mail，就是《每日邮嗯报》吧，他当时最开始在报杨兰兰的那个车，就是 Tiffany 蓝撞的那个车，劳斯莱斯嗯，的那个的时候呢，他就说了，就说他这台车呢是以前经常就是被看见趴在他住所的周边街道上，因为他那台车比较重，他没有办法用 car lift 趴到他那个 garage 里面去，所以呢，就经常看到趴到这个他住所的周边街道上。那这个句话就比较耐人寻味了嘛，他住所的周边街道，那显然他住所在哪里，是不是就是你怎么知道这是不是他住所的周边街道啊，对不对？就是这个是一个细节。那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那个事故出现之后呢，杨兰兰的那个 penthouse 的窗帘也拉上了，哦。有这样一句话，所以那就非常让人疑惑了，你怎么知道这个 penthouse 就是他的？那个窗帘拉上了，那很有可能我觉得就是这个英文媒体是可能是知道，就是说他这个某栋楼的 penthouse 是杨兰兰的，他才会说他的这个窗帘拉上了吧？我觉呃，得有个推测。对，这个我之前跟过，就说当时他被撞了这件事情之后，记者就拍到他的和那个住所，然后才发现还有另外一个劳斯莱斯趴在地下，才知道这嗯，有2部劳斯莱斯，就他的住所现在是被曝光了，而且住所的照片你可以到网上也可以搜到，因为他这个但是现在就说为什么连住所都能查得到，就是他后面到底什么公但是司买的？他住所的地址不知道啊，只知道这个信息，但是这个住所的地址不可以就是好像没有知道。因为如果知道住所的地址，其实上也是相对来说查会更这是一个蛮有利的信息嘛，对于查他的身份是有帮助的。对，就是现在，所以我这就是好奇的地方，到底为什么澳洲传媒就是这嗯，种公开法院，一般除了一个人的名字，他肯定是得公开，对不对？然后呢，第对，二个就说他有律师事务所，那这个也是公开信息，那你就可以查到他跟什么人有关系，包括这个嗯哼，跟他的澳洲助理。他也是接近到杨兰兰的人，就跟那个保镖一样，也会被人起底，对不对？那就是这些人都是可以查到他们的信息啊，不像杨楠楠是个真空的。所以杨楠楠其实还是跟这个社会有很多的接触啊。所以为什么对，到今天一个星期啦，就是关于杨应该楠楠，是对，对，是应该是他难道不跟别人去吃饭吗？然后他在这里他在澳洲是在干什么呢？他的那个空间都会被消失掉吗？嗯，对，你这个我觉得这个联想是非常我觉得很 make sense，就很有道理，确实是。他肯定在这个社会当中他是有他的接触的，不过他的周围的邻居当时是说了，他不太出现在他那个 Vaucluse 的 penthouse 那边，他很少出现，但他肯定是有一个自己的圈子的，但这个圈子显然是不可能出来披露的。因为之前呢，也有一个报道就说这个他们这个叫悉尼的这个富豪圈啊，就年轻的富豪圈，他们是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圈子，就在自己的私人住所会有聚会啊等等的，所有的出去购物啊，全都是预约制的。那这个肯定还是跟社会是有交集的，但是这些人呢，我觉得不会披露，就是可能在这个环境之下，没有人会出来披露，或者嗯。是他们不敢披露，像你说的。对，这个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很值得关注的话题。因为就是说，像香港的，我记得铜锣湾书店为什么会把人劫走，就是因为跟习近平的那个就是想他的说，情妇那个书有关系哈。所以嗯，呢，就甚至令到还要跑到国外泰国去把这人劫走啊，然后在香港也是把人劫走啊，这样的情况一系列的跟铜锣湾书店有关系的人，都是上了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气氛。那这杨楠楠他是一个人，他肯定得有朋友，得有吃饭的地方，得有消费的地方，
得有他一系列生活的一个地方，而且他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很高调的，不是很高，他很低调，但是呢，他开这个劳斯莱斯那是很高调的做法，对不对？对。而且他是自己开车，就我看那个细节，就是他是撞车撞得很开，人家那个被撞的奔驰的速度挺慢的，他是飙车，半夜嗯。3点多在那飙车把人家撞了。就说他的个性是比较我也觉得，我也有这个同样的感觉，比较张扬。因为他现在已经被全网扒了嘛，包括这么多全世界都在关注他。他在周三去那个 Double Bay，他在周三去 Double Bay 啊，我有一个电话，对，对，要那个是不是要下一个连线了，对，下一个连线，对，好好好，很快很快。对，真非他在 真是挺 Double 忙。Bay，对，他 Double Bay 就是再次在警局去报道的时候，当时他穿的是非常高调的，他那个 Chanel 的 Vintage 那个 jacket，包括他戴的耳环和他的胸针，他一般来说在这样的环境下，他肯定是 stay low 嘛，对吧？他肯定是要低调一点，不要让外界看到。你穿这么高调，那一下就抓到了，这跟普通人不一样啊。对，所以这里面这就他是张也就说他扬的性格，那么我觉得很有意思。张扬的性格，但是还有那么多人愿意保护他，所以这里面就说，除了就说真的爱他，想保护他，还有就是恐怖到人谁都不敢提他的名字，他的那个就怕被人家像铜锣湾书店那样被消失了，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下次可能要了解的情况。好了，谢谢嗯，珍妃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好，好，好的，谢谢。谢谢兰芬姐，谢谢，拜还拜。喜欢我的帮我们点赞一下这分享啊，海豚。对，点赞关注正观点哦，耶，关注侦探，给我的两个珍这个 珍，work 点赞，拜拜，拜谢谢，拜，拜谢谢。拜。